警方和死因裁判官就苗若丽的死做出了自杀这个判决，但是死者的家属并不认同这个判决，坚持苗若丽是被人谋杀而不是自杀，同时还认为与出租案发单位给死者的业主就是前大法官米布有极大的关系。所以我仅代表死者的家属召开这次的死因庭。我想先就法医的报告作出质询。批准。根据你的验尸报告，死者是在喝了酒的情况下服用过量的抗抑郁药致死的，是不是？没错。我看见这里写着，死者面部两边都有不对称的淤痕，右边脸的圆形淤痕直径为 6.5 cm。为什么报告只是描述淤痕的大小，没对淤痕的成因做出判断呢？究竟你有没有深究过，到底这些淤痕是怎么形成？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为什么？因为可以造成这种淤痕的成因呢，实在太多了。例如死者曾经撞伤，又或者面部曾经被物体用力压住，都会造成他脸上不规则的淤痕。右边脸2 cm， 左边脸6.5 cm， 用力摁下去，而他有没有可能是这样被人摁着脸部而强行喂药？罗大壮，请你正经点，很清晰的再问一次你的问题。好的，我是想问，死者脸上所以有这样的淤痕，有没有可能是像我刚才那样被人捂着脸强行喂药呢？我不排除这个可能性。谢谢。法官阁下，我问完了。警方代表律师，你可以代表警方对死者苗若丽的死作出陈述。法官阁下，各位陪审员，警方之所以将死者的死因定性为自杀，是因为案发的现场并没有外人潜入过的痕迹，而且死者在临终之前也用手机发过一段遗言短讯给他的外婆，加上法医的验尸报告指出，死者是在喝了酒的情况之下服用过量的精神药物而死的。在我的手上有一份死者的滥药记录，里面清楚显示了死者6、7年前在酒吧做侍应的时候已经有滥药的习惯，还有曾经因为服用过量的精神药物而被送院的记录。警方已经将她列为不良少女，所以这次她因为同样的原因而致死，一点不奇怪。法官阁下，我想请负责这件案子的重案组督察王 Sir 接受质询。批准。王 Sir， 你们警察嫉恶如仇，会不会因为死者曾经是不良少女而对她有成见？我们警方查案不会忽视死者过往记录，会将它作为参考。你们说案发单位没有被外人潜入过的痕迹，但是也不可以排除有人不用潜入也能进去，就比如拥有这个单位钥匙的业主米布。那为什么你们没对他做出调查呢？我们曾经给米布录取过口供，他态度非常的合作，而且还是他主动叫管理员报警的。他是一位退休大法官，我们警方认为他的口供是绝对可信的。哦，因为他是前大法官，有名望有地位，你们就觉得他说的话可信，而死者的外婆没名望没地位，你们就当他一孙成狂，说的话不可信。那很明显，你们对信任谁的口供是有偏差的。反对。法官阁下，我问完了。我已经劝了爷奶奶叫她休息了，但她就是不听，一定要来听审。下午罗巴神米布，我就是要来看看那个人他怎么说。二位，姨父，敏乖，严奶奶，我认得你，你就是不肯认跟若丽一起那个负心人。若丽她真的是命苦啊，前半辈子嫁了个贱老公，不当她是老婆，而你是她第2个希望。谁知道最令她失望的人就是你呀！严奶奶，你不要这么难过，我相信我爸爸今天一定会说出他知道的一切。爸爸，我这么说不是想逼你，而是我相信你为人一定不会让自己看不起自己的。法官阁下，我想传召退任大法官米布出庭应讯。请问你有没有宗教信仰？没有。请你做出宣誓。本人米布仅以至诚发誓，所作之证供均为事实，皆为事实之全部，并无虚言。米布，我知道你是一个出了名尊重法律、大公无私，面对任何案件都能够做出公平审讯的退休大法官。我希望你这次也能够依照你刚才宣誓的那样，大公无私，说出整件事的真相。在苗若丽死后第3天，你去过案发单位，拿走了一包你声称是垃圾，到底里面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你跟死者苗若丽同居时候用过的私人物品？也许我应该这么问：你跟死者苗若丽的关系，是不是不止租客与业主这么简单？我明白，要你堂堂前大法官承认跟一个有夫之妇的关系，的确很难开口。要不我来帮你回答。当时死者苗若丽因为婚姻很不愉快，于是她一个人搬进了你出租的单位里住。她一个女人，无依无靠，又真的很可怜。不过她走运，遇到你这个好心的业主，你同情她的遭遇，你们就这样慢慢产生了感情。为了方便照顾死者，你有时候会在死者家中留宿。除了死者之外，你这个业主就是唯一一个有物业钥匙可以自由进出的人。有一天，你突然收到物业发出臭味的投诉，你到了那里，明明发现女死者已经服尸在房间里，但是你没有报警，因为你怕被人揭发你与死者的不伦之恋，你怕影响你前大法官的崇高形象。于是，你清理了你在那里生活过的痕迹，企图隐瞒这段关系。米布，请问我推测的对不对？米布，请你回答原诉人律师的问题。你可以私底下不顾阶级、不顾身份地位、年龄差距，不理对方是一个有夫之妇，去爱护她，去照顾她。但是她现在死得不明不白，你还不肯承认你们之间的关系，你真这么无情，任由一个你爱过的人死不瞑目？还是说从一开始你就准备欺骗死者的感情？我对若丽是认真的。那就是说，你承认与死者是情侣关系？是。也就是说，我之前的推断没错，你跟死者同居过？是。当初我和若丽的确从业主和租客的关系开始。当初他通过地产经纪租了我在深水埗的物业。入住几天之后，他通过经理打电话给我，水渍可能是房子渗水，我找师傅看看。哎，我先看看冷气机啊。遥控没问题啊。有没有看过冷气机里面的开关有没有关？可能上一手太负责，他关了。啊，我不知道，我上去看看。哎，小七。哎，你流血了。我没事。哎，你怎么了？哎，坐下，坐下。你的手很烫，你是不是发烧？我送你去医院。不要了，我不能去医院的。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次若丽是被她老公打成那样。谢谢你啊，伤口在后背，我自己敷不了，所以一直没有敷药，就成这样了。你忍着点。若丽说不想让家人知道她受伤，怕他们担心。我看她一个女人无依无靠，那么可怜，所以我每天都会去看她。我们就这样开始了。李先生，苗小姐，跟若丽交往了几个月之后，有一天她向我提出，以后想跟我一起生活。如果我们以后可以在海边有个房子，过着简单的生活，有空可以数数星星，看看日落，你说多好啊！我知道你在顾虑什么。虽然我和我老公还没正式离婚，但是我对他不抱任何希望了。现在在我心里面，就只有你和儿子。我真的很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三个可以名正言顺的在一起生活。我真的没想得那么长远。你始终没离婚，还有个孩子。外面的人知道我们现在这种关系，一定会说一些不好听的话，而且不知道我儿子会不会接受。行了，明白了。我看得出若丽当时很失望，也许她觉得我对这段感情不是认真的。不过我怎么也没想到，那次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几天之后，我接到管理员的电话，说若丽的单位发出臭味，我上去闻到那股臭味，
已经知道不妙，一打开门，那股味道更加强烈。我当时已经知道，不是普通垃圾臭味那么简单。啊！我看到若丽的时候，她已经死在床上，尸体已经发黑发胀。当时我真的很伤心，很内疚。要不是我之前拒绝若丽，她就不会一时想不开做出这种傻事。等我冷静下来，我知道我应该马上报警，但是我又想到，到时我怎么跟警方交代我和若丽的这种关系呢？于是我决定把房子里面会泄露我和若丽关系的东西拿走。最后，我锁好若丽房间的门，又用手巾擦掉了指纹，制造我没进过房间的假象。倪先生怎么样？是什么这么臭啊？租客不在家里，不知道是不是去旅行。他厨房里有袋垃圾没有扔，呕得臭。我现在先把垃圾扔掉，有什么再打给我。哦，不妨碍你了啊。当时我的确没有把垃圾扔掉，而是放在车里带走。到第二天，我就离开了香港。但是苗若丽的尸体仍然在房子里，仍然会发出臭味。你也应该知道，怎么逃避都是没用的。没错，我估计到管理员第二天会打电话给我。我想置身事外。自己已经不在香港，那顺理成章就由管理员带我报警。虽然你已经承认了与死者的感情关系，但是还有2个疑问仍然没解开。第一，就是你跟死者那张合照，还有死者日记中那几页，到底是谁撕走的？第二，就是死者脸上的淤痕到底是怎么造成的？这一切是不是都与你有关？因为你怕被人发现你与死者的暧昧关系，于是你就撕走了你的样子的半边合照，也因为日记中提到了你，于是你撕走了那几页。死者脸上的淤痕，就是你强行喂他吃药而留下的，是你杀死死者的，是不是？不是，我没有杀他。你不能对我做出这么不负责任的指控。你之前隐瞒了那么多事实，现在苗若丽的死还有2大疑点没解开，我绝对有理由怀疑你。我已经坦白说出我和苗若丽的关系，如果我真的跟这2点有关，我不怕认。但是对这2件事，我真的一无所知。我也是在庭上第一次听到。第一次听到？警方请你回去协助调查的时候，没提过这2件事吗？没有，警方从来没跟我提到这2点。我只是一直认为，他的死是我连累了他，是我给了他一个假希望，又一手摧毁了他受到打击，所以滥药致死。我没杀若丽，但是在这件事上，我做错了。从我说第一个假话开始，我就错了。是我自私，我懦弱。当我发现若丽竟然死了，我就不想让人知道我跟她有恋情，因为会影响我法官的形象。所以我就昧着良心，不让人知道我和她有密切的关系，但求置身事外。可是事情发展到今天，影响了很多人，我责无旁贷，我心感惭愧。而我最内疚的，就是不敢再面对我儿子，因为我没有为他做一个好的榜样。平时口口声声教他怎么为公义、真理而奋斗，但是我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我愧为一个法官，愧为人父亲，愧对我儿子，更加愧对死去的若丽，还有在痛苦中度日的严奶奶。在这里，我当着大家的面，正式向若丽、向严奶奶真心道歉，希望他们原谅我。爸爸，朱丽儿，你是不是还恨爸爸？我没有，你始终是我最尊敬的爸爸。我做了这样的事，你还尊敬我？你以前做法官，也会对一些肯认罪的人减刑。你这次是做错了，但是你肯站出来。你明知道以后会承受很多难堪的目光，但你也有勇气去承认、去纠正。你始终是我尊敬的爸爸。你长大了。本来我以为把真相说出来会输掉一切，包括我多年来建立的声誉和地位，甚至因为我给假口供而被起诉。听见你这么说，爸爸知道我儿子对我还是信任和尊敬，这已经足够了。爸爸，外面很多记者，我帮你开路。
朱灵儿，有你在我背后支持我，我还怕什么？各位陪审员，这次聆讯最后一个重要的证人米布已经作供。如果他说的都是事实，那苗若丽的死起码还有几个大疑点。第一，是苗若丽脸上面的淤痕是怎么造成的？还有是谁造成的？第二，苗若丽的日记有几页被人撕走了，还有一张和别人的合照也被人撕走了一半，是什么人做的？有什么人对苗若丽和米布的关系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呢？第三，严奶奶在苗若丽死的那天收过她的短讯，内容类似是她做出遗言，但是严婆婆说苗若丽知道她不会收短信，也从来没有发过短信给她。那试问，苗若丽怎么会把自己这么重要的遗言用短信来发给严婆婆呢？那是不是就代表有人想刻意营造苗若丽是自杀，但是其实是他杀？最后，米布提及苗若丽和她丈夫之间有争执，甚至曾经被她丈夫打过。她之所以出走，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那她这么不愉快的夫妻关系，又跟这件案子有没有关联？警方从来没有在这方面仔细调查过。警方之所以没把苗若丽的死列作刑事案处理，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觉得案发单位没有被外人闯入过的痕迹，所以就肯定苗若丽是自己滥药致死。但是我们都知道，有两个最有可能不用闯入，但是都能接触到苗若丽的人，一个就是米布，而另一个就是苗若丽的丈夫杨国居。发现尸体之后，虽然警方调查过杨国居和米布，但是他们两个人都声称有案发时不在场的证据。米布说他一个人去钓鱼了，而杨国居就说他用人可以证明他整晚都在家没出去过。而警方听完他们的口供之后，再没做出深入的调查。总结来说，这件案子起码有我以上所说的那几个大疑点。如果我们说苗若丽的死没有可疑，这就完全不正确。陪审团，你们是不是已经有裁决了？是，法官阁下。陪审团对本案作出以下裁决：死者苗若丽的死因存有多项疑点，法庭决定将本案发还警方重新调查。